大雪纷飞的除夕夜，盛京城内张灯结彩，唯有沈家后院的废弃枯井边，冷得像是一座坟场。姐姐，你看这雪多美，像不像你当年出嫁时铺在路上的白狐毯？沈月娇穿着绛红色的流云锦短袄，笑得像朵毒花，手里却拎着一盏冰冷的油灯，映照出井底那个狼狈的身影。我缩在枯井的泥泞中，双腿早已在3天的酷刑下被打断，露出的白骨在冻伤的血肉中显得格外刺死人。我的丈夫，大齐朝最年轻的户部尚书苏景行，正站在沈月娇身后，目光冷漠的像是在看一堆腐肉。苏景行，我嘶哑着嗓子，喉咙里全是干涸的血块。这3年，我外祖父沈老将军为你奔走边疆，我母族江家为你耗尽家财。你说过这辈子绝不负我，负你。苏景行终于开口，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好听，却带着钻心的毒。江婉意，你该感谢月娇，若非她说你这身江家传承的寒鸦影内功心法能助我突飞猛进，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？江家与沈老将军早已在3日前因通敌卖国被满门抄斩，你现在不过是个罪臣之女。我心头猛地一震，那种痛竟盖过了断腿之苦。外祖父一生戎马，江家世代忠良，竟然都毁在了我亲手扶持起来的男人手里。所以这3年的恩爱全是假的。我喷出一口黑血，惨笑着问道：假的？连你怀胎6月划掉的那个孩子，也是我亲手下的药？苏景行面无表情地抛下这最后一枚炸弹，因为月娇不希望你生下苏家的嫡长子。沈月娇娇笑着，将手里的油灯直接扔进了井底，火星溅在我的残衣上。她转身依偎进苏景行的怀里，行哥哥，别跟这将死之人废话了，新征到了，外面宾客还等着庆贺您晋升阁臣呢。井盖被重重合上，黑暗瞬间将我淹没。我在冰冷的泥水与火星中挣扎，指甲翻开，在井壁上抓出一道道血痕，恨意像是一把火，烧穿了我的理智。若有来世，我江婉意定要你们血债血偿，堕入无间地狱。就在我意识模糊之际，井底的一块松动砖石突然裂开，一道隐秘的暗流涌入。我求生的本能让我拼死往那道缝隙爬去，那是我外祖父当年在此处置办房产时暗中挖通的生路，本是为了防备政敌，没想到竟成了我最后的救命稻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顺着暗流爬进了一座荒废的别院，漫天的冷雪落在我的脸上，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向别院主屋的台阶，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，一双黑色金线绣蟒纹的靴子停在我面前。在大齐，能穿这双靴子的只有那个人传闻中残暴冷酷、双腿残废且容貌尽毁的秦王萧恒。救我！我抓住了他的袍角，指尖的鲜血在他玄色的衣料上晕染开来。救我！我把江家在塞外的所有私兵都给王爷。头顶传来一声低沉的轻笑，带着一丝玩味。江婉意，江家唯一的活口，竟然爬进了本王的陷阱。救你，本王能得到什么好处？我能帮王爷拿回那把龙椅。空气沉寂了3秒，萧恒俯下身，一只冰冷的手捏住了我的下巴。他戴着半截银色面具，露出的那只眼睛深邃的如同漩涡。成交，江婉意，从今天起，世上再无尚书夫人，你是本王的影。3个月后，秦王府墨池，我跪在冰冷的池水里，双腿虽然被萧恒请来的神医接好，但每逢阴雨天，那种锥心的痛仍会提醒我除夕夜的惨状。萧恒坐在轮椅上，手里握着一把短剑，指着我的喉咙。慢了，身为影，你的动作还是带着江家大小姐那种无用的优雅。如果你想杀人，就得先变成鬼。是，我抹掉脸上的池水，眼神中已无半点温情，只有死水般的沉寂。这3个月，我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狱训练。萧恒从不把我当女人看，他用最残酷的方式激发我体内的寒鸦影心法。每当我支撑不住时，我就会想起苏景行拥抱沈月娇的画面，想起外祖父的首级被悬挂在城门口示众的模样。王爷，苏景行与沈月娇的婚期定在下月15。我接住萧恒掷过来的断剑，稳稳站立。那是沈老将军的百日祭，他们选在那天成亲，是为了羞辱江家。你想怎么做？萧恒滑动轮椅靠近我，修长的手指轻抚过我脸上一道淡淡的疤痕，那是训练时留下的。他却像是对待艺术品一般迷恋。我要送一份大礼。我冷笑，眼中寒芒毕露。苏景行这几年为了往上爬，暗中吞并了不少军饷，那些账册，江家当年为了保他，一直藏在沈月娇名下的庄子里。他以为沈月娇是他的贤内助，却不知道沈月娇那个女人早就在给自己留后路了。萧恒挑眉，你连沈月娇的后路都摸清了？沈月娇虽然爱苏景行，但她更爱钱。
他那个远房表哥在户部做主事，两人这几年没少合作。只要我把这条线扯出来，苏景行这颗政治新星就会变成大齐最大的笑话。萧恒发出一声愉悦的笑声，好，那本王便陪你玩一场大的。明日早朝，本王会向皇上请旨，封你为秦王府的长史。你改名江寒，本王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着你是如何一步步把苏尚书拉下神坛。隔日，金銮殿上，当我一袭黑色长袍，头束玉冠，以萧恒近臣的身份出现时，站在文臣守卫的苏景行明显僵住了，他的脸色从震惊到怀疑，最后变成了极度的不安。虽然我脸上蒙着轻纱，但那种熟悉的气息，他不可能认不出来。江长史，这位是苏尚书，以后秦王府与户部的交接便由你负责。萧恒在轮椅上淡淡的介绍着，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玩弄。苏景行看着我，声音有些颤抖，江长史，王爷，这位长史长得颇像下官的一位故人。故人？我微微欠身，声音清冷如冰。苏大人说的是那位被您丢进枯井，满门抄斩的罪臣之女吗？可惜下官来自塞外，与那位不幸的夫人并不相识。苏景行的脸色瞬间苍白如纸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后退了一步，而我站在秦王的身后，看着他眼底的恐慌，心底涌起一股疯狂的快意。苏景行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我要你这辈子只要闭上眼，就能看见我从枯井里爬出来的样子。5月15，盛京最豪华的酒楼，红绸10里，苏景行与沈月娇的婚礼办得极尽奢华，几乎半个朝廷的人都到场祝贺。苏景行一身大红婚袍，却掩不住眉宇间的一丝阴沉。自从江寒出现后，他已经连续几晚噩梦连连。新娘入堂，随着喜婆的高喊，沈月娇凤冠霞帔，在大群丫鬟的簇拥下缓缓走来。我坐在宾客席的首位，秦王萧恒的身侧，手中把玩着一杯清酒。我今日穿了一身墨绿色的礼服，在满场的鲜红中显得格外刺眼，像是一抹不祥的幽灵。苏大人，今日双喜临门，王爷特地让下官备了一份大礼。我站起身，清脆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喧闹的大厅。苏景行看着我，手心全是汗。江长史客气了。我从怀中取出一个红木盒子，缓缓打开，里面不是金银珠宝，而是一叠泛黄的纸张。这是什么？沈月娇透过红盖头的缝隙感觉到了不安。这是沈家名下，包括这座酒楼在内，一共16处房产的地契。我笑得温柔，语气却冷冽如霜。苏大人可能不知道，这16处房产都是3年前从江家的大小姐名下用假死的名义转移出去的，而经办人正是沈小姐的表哥，户部主事沈从文。全场哗然，苏景行的脸色瞬间变得精彩至极，红、白、青交替。沈月娇更是尖叫一声，自己扯下了红盖头。你胡说！这些都是沈家的家产，是不是胡说？看看上面的印鉴便知。我将地契置在大厅中央，那些白纸黑字在阳光下如此讽刺。3年前，苏大人伪造夫人病逝文书，却暗中勾结沈家吞并嫁妆，金额高达30万两白银。这些钱后来都进了苏大人在塞外私设的铁矿厂了吧？铁矿厂3个字一出，苏景行的身体猛地一晃，险些栽倒。私设铁矿，打造私兵，这是谋反的大罪。江寒，你敢血口喷人！苏景行怒吼着，拔出旁边侍卫的佩剑，直冲向我。然而，一道玄色的身影比他更快。萧恒不知何时已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原来他的残废也是装的。他身形如魅，一掌击在苏景行的胸口。苏景行惨叫一声，重重撞在喜堂的柱子上，喷出一大口鲜血。苏尚书在本王面前动手，你是想造反吗？萧恒冷冷地扫视全场，那种王者威压让所有宾客噤若寒蝉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，大批禁卫军闯入，为首的正是刑部尚书苏景行。有人举报你贪污军饷，私设铁矿，通敌叛国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苏景行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绝望与愤怒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走上前，伏在他耳边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道：苏景行，我说过，我会从地狱爬回来索命。这杯和群酒好喝吗？我指了指他刚才喝下的那杯酒。那里面我下了江家特有的毒药断魂散，不会立刻致死，却会让他这辈子再也无法习武，每日每夜都要忍受经脉倒流的痛苦。沈月娇瘫坐在地上，她的凤冠摔碎了，妆容也哭花了。我转过身，看向坐在上首，眼神深邃的萧恒，他对我伸出了手。解气了吗？他问。还不够。我将手放在他的掌心，冷冷地看向那些曾经落井下石的人。这京城的血还没流够。自从婚宴那一夜，苏景行被下了大狱，
沈月娇被送入关闭所，盛京城的风向彻底变了。但我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。苏景行能在短短3年内爬上尚书之位，背后绝不只有一个沈家，还有朝中更深根错节的势力。秦王府的墨池边，残阳如血，我赤着足站在冰冷的青石板上，一遍又一遍地挥动着手中的短刃。萧恒就坐在不远处的凉亭里，他不再伪装残废，修长的身躯靠在石柱旁，指尖把玩着一枚白玉棋子。他的眼神很怪，像是冰封的湖面下藏着燎原的火。你的剑乱了。他突然开口，声音低沉的像是在耳边磨砂。我收住攻势，大口喘着气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汗水顺着下巴滴落在墨色的长袍上。苏景行在狱中咬死不认那批铁矿的来源，刑部那群老狐狸不敢真的对尚书用重刑。王爷，我等不了那么久。萧恒缓缓走下凉亭，每一步都踏在我的心跳声上。他来到我身后，宽大的手掌覆盖住我握刀的手，那掌心的温度烫得我瑟缩了一下，但他握得很紧，强迫我抬起手臂。江晚意，复仇就像烹茶，水不够滚，茶香便散不出来。他低下头，呼吸喷在我的颈间，带着淡淡的沉香气息。你以为苏景行最大的底牌是沈家？错了，他背后的人是当今太子萧睿。太子需要铁矿私造兵器，苏景行不过是他的钱袋子，所以只要太子不倒，苏景行就死不了。我猛地转头，额头险些撞上他的下巴。太子，那可是你的亲兄长。萧恒的唇角勾起一抹自嘲且残忍的弧度。皇室之中何来兄长？只有成王败寇。他3年前灭你江家，是因为你外祖父沈老将军不肯归顺东宫。江晚意，你和我从来都是同一种人，被至亲背叛，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鬼。他突然用力一拉，将我整个人扣入怀中。我手中的短刃抵在他的胸口，只要我稍稍用力，就能刺穿这位大齐战神的胸膛。但他毫不在意，眼神疯狂而专注。把你的恨交给本王，本王给你权力，让你亲手割下苏景行的头颅，送给东宫当贺礼。代价是你这辈子只能留在本王的身影里。我看着他那双深邃如渊的眼睛，心底那股被苏景行撕碎的尊严，竟在这一刻产生了奇异的共鸣。我缓缓松开了握刀的手，反手抱住了他的腰，声音冷得像冰。成交，只要能让他们万劫不复，我江晚意这条命便是王爷的剑。那一夜，墨池边的剑光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2个疯子在黑暗中达成的盟约。3日后，刑部死牢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稻草味与干涸的血腥气。我穿着一袭暗紫色长裙，外披一件玄色大氅，手中提着一个精致的石篮，缓缓走下石阶。禁卫军见到我，皆躬身行礼。如今盛京谁人不知，秦王府的江长史是连阎王见了都要绕路的角色。苏景行被锁在最深处的水牢里，曾经意气风发的户部尚书，此刻披头散发，一身白色的囚服染满了污秽，他的手脚被铁链贯穿，掉在冰冷的水中。那双曾经温柔如水的眼睛，此刻只剩下空洞与绝望。我停在栅栏前，动作优雅地打开石篮，取出一壶梨花白，2盏玉杯。景行，这是你最爱的梨花白，我亲手酿的。我声音轻柔，像是回到了3年前那温存的午后。苏景行的身体猛地一颤，他缓缓抬起头，看着我的眼神从惊恐到扭曲。江晚意，你这个疯子，你竟然真的敢回来？我为何不敢？这京城的一草一木，哪一点不是我江家的血汗换来的？我斟满一杯酒，缓缓泼在水牢前的地上。这杯敬我那被你害死的6个月大的孩儿。苏景行，你下药的时候手可曾抖过？苏景行发出一阵疯狂的笑声，铁链碰撞，发出刺耳的声响，手抖。我只后悔没在那晚连你的心一并挖出来。江晚意，你以为你赢了？太子殿下不会放过你的。秦王萧恒不过是利用你，等江家的残余势力被扫清，你依旧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冷笑一声，跨步上前，隔着栅栏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逼他直视我的眼睛。太子，你说的是那个昨日刚被禁足，门客被清洗过半的东宫之主吗？我凑近他的耳边，语气残酷。你大概还不知道，你藏在沈月娇名下的那批账册已经被王爷送到了御书房。皇上龙颜大怒，你现在不是太子的筹码，你是他的污点。苏景行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不可能，沈月娇那个蠢货，他不蠢，他只是怕死。我松开手，看着他像一滩烂泥般摔回水里。他在关闭所被折磨了3天，便什么都招了。他说，你为了讨好太子，曾亲口向他许诺，等江家灭了，便封他为正室。苏景行，你这辈子所有的荣华富贵，都是踩着江家的尸首上去的。现在我要你一点一点还回来。我从袖中取出一根细长的银针，
在那壶梨花白中蘸了蘸，这酒里加了化骨粉，喝下去后，你的骨头会一寸寸变软，最后像滩泥一样，你会活着看着沈月娇被凌迟，看着苏家被夷为平地，看着你最渴望的权位化为泡影。我捏住他的下巴，不顾他的挣扎，将那壶酒尽数灌入他的口中。苏景行剧烈地咳嗽着，混合着血与酒的液体在地上蔓延。他看着我的眼神终于染上了极致的恐惧。江晚意，你不是人，你是鬼，你是鬼，我是鬼，也是你亲手造出来的索命鬼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大场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地牢。身后传来苏景行如野兽濒死般的哀嚎，回荡在阴森的回廊，久久不散。离开刑部大牢后，我并没有回秦王府，而是去了盛京城南最黑暗的地方关闭所。这里关押着罪臣之女，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名媛小姐，一旦沦落至此，变成了权贵们泄欲与凌辱的工具。沈月娇就在这里，被关在一个连阳光都见不到的低矮平房中。推开门时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沈月娇跪在地上，身上那件曾经华贵的红短袄早已成了碎布挂在身上，露出的皮肤布满了青紫与烟头烫过的痕迹。她的双眼无神，直到看见我的裙摆，她才像是触电一般尖叫着往角落退。姐姐，姐姐饶命！我知道错了，是苏景行逼我的，是他说如果不除掉你，沈家就永远抬不起头。他疯狂地磕头，额头在石板上撞出血迹，声音凄惨无比。我优雅地坐在一把刚搬来的椅子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曾经夺走我一切的庶妹。错了，你在我的燕窝里下药，让我的孩子流掉的时候，可曾想过错了？你把热油灯扔进井底，想看着我被活活烧死的时候，可曾想过错了？我缓缓摊开手心，那上面有3个月前我攀爬井壁留下的伤痕。我向身后的侍卫打了个眼色，侍卫上前将一个托盘放下，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刑具。月娇，姐姐今天不杀你，你这张脸长得这么美，若是毁了多可惜。我取出一把小巧的剪刀，在指尖转动，这关闭所里多的是那些被抄家的对苏景行恨之入骨的武将家属。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每天都会有10个人进来关照你，他们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沈月娇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她疯了似的扑上来想抓我的衣角，却被侍卫一脚踢开。江晚意，你这个恶毒的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他开始恶毒的咒骂，声音尖利刺耳。贱人这2个字，你留着在那些男人身下叫吧。我站起身，冷冷地俯视着他。对了，忘记告诉你，苏景行就在隔壁的牢房里，他喝了化骨水，现在连手都抬不起来。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倒是能隔着墙听听对方的惨叫声，这便是姐姐送你们的新婚贺礼。走出关闭所时，盛京城下起了大雪，我站在雪地中，仰起头，任由冰冷的雪花落在脸上。3个月前，我也是在这样的雪夜被打断双腿丢入苦井，而现在我站在权力的巅峰，看着那些仇人堕入阿鼻地狱，胸口那股压抑了太久的郁气终于消散了一丝。但我知道这场戏的高潮还没到，太子的反扑，皇帝的猜疑，还有萧恒那深不见底的野心，都将是这场盛京血洗的续篇。王妃，王爷在府门口等您。暗影中，萧恒的禁卫悄然出现，我睁开眼，眼中一片冰冷。走吧，去见见大齐未来的君主。盛京的雪越下越大，将一切罪恶与血迹暂时掩埋。秦王府内，炭火烧得极旺，噼啪作响。萧恒换下了一身肃杀的长袍，换上了月白色的便服，那半截银色面具在火光下泛着幽冷的光。他正提笔在一张宣纸上落墨，字迹龙飞凤舞，透着一股狂放的杀气。苏景行虽然废了，但太子萧睿手里还握着一支出身神机营的私兵，就在城外30里的燕子矶。萧恒头也不抬地开口，声音平静得令人发指。江晚意，你江家当年掌控的塞外铁骑，至今仍有3000残部隐匿在京郊，对吗？我坐在他对面，指尖摩挲着微热的茶盏，眼神微凝。王爷消息果然灵通，那3000人是我外祖父沈老将军留下的最后底牌，他们只认江家的印信，不认朝廷的符节。很好。萧恒放下笔，抬头看向我，那只独眼中闪烁着疯狂的野心。太子打算在3日后的祭天大典上动手，他知道苏景行一旦招供，他这个太子也就当到头了，所以他要逼宫。我要你带着那3000精锐，在燕子矶拦截神机营，断了他的后路。拦截神机营，那是大齐最精锐的部队。我挑眉，唇角勾起一抹冷笑。王爷这是要我拿江家最后的血脉去搏您的皇位？萧恒站起身，缓步走到我面前，俯下身，双手撑在椅子的扶手上，将我整个人圈在其中。那种压迫感如泰山压顶，
令人窒息。不是博本王的皇位，是博你江家的清白。他凑近我的脸，鼻尖几乎相抵。只要萧睿一倒，本王便能让皇上下旨平反江家。到那时，你不再是秦王府的暗影，你是江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是这大齐唯一的异姓郡主。这个筹码，你接不接？我看着他，那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默契在空气中流动。我缓缓伸出手，揪住他的衣领，将他往下拉了几寸。我接，但王爷记住，若您日后负我江家，我能把萧睿拉下来，也能把您送进那口枯井。萧恒哈哈大笑，笑声在空旷的大殿内回荡。江婉意，这天下女子皆是庸粉，唯有你这朵带刺的修罗花，最合本王胃口。那一夜，我连夜出城，京郊的荒山中，当我吹响那枚尘封已久的骨笛时，黑暗中无数双冰冷的眼睛亮了起来。那是我江家的魂，是我沈老将军的脊梁。3000铁甲在血液中向我跪下，那低沉的呼喊震动山林，誓死追随大小姐。3日后，天坛，大齐皇帝年老体衰，由太子萧睿扶持着登上祭坛。萧睿今日一身龙袍打扮，眼神中透着一股孤注一掷的疯狂。他看着下方跪拜的百官，心中盘算着，只要那只神机营入城，这大齐江山便换了主人。然而，时间1分1秒过去，燕子矶方向没有传来任何信号。父皇，天色已晚，请早些完成仪式。萧睿强压着不安，低声催促。急什么？一声冷笑突然从祭坛下方传来。萧恒身着黑金重甲，手握长剑，在数百名玄甲卫的簇拥下，一步一步踏上石阶。他的每一步都沉重有力，踏在萧睿紧绷的神经上。萧恒，你身为王爷，无照竟敢带甲上坛，你是要谋反吗？萧睿指着他大喝，声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谋反？萧恒站在坛中央，手中长剑一挥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被扔到了萧睿脚下。那是神机营统领的人头，你心心念念的神机营已经在燕子矶全军覆没了。萧恒语气平淡，像是谈论着天气。太子殿下，您私造兵器，谋杀忠良，通敌卖国的证据，此刻就在父皇的龙案上，您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萧睿脸色瞬间死灰，他转向老皇帝，父皇，儿臣冤枉，这都是萧恒的陷害。老皇帝剧烈的咳嗽起来，指着萧睿，老泪纵横，逆子，逆子啊！你江家外祖父一心报国，你竟为了权力将其满门抄斩，你以为朕老了就真的聋了瞎了吗？就在这时，我一袭黑色劲装，手提长刀出现在祭坛边缘，我的披风随风狂舞，猎猎作响。萧睿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缓步走向他，长刀在石阶上划出刺耳的声响。萧睿看着我，瞳孔巨震。江婉意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苏景行明明说，苏景行正等着你去黄泉路上作伴呢。我眼神冷冽如冰，你灭我满门，断我双腿，害我胎儿。今日我要用你的血祭我江家138口冤魂。萧睿疯了似的拔出腰间佩剑想反击，但我3个月来在秦王府地狱般的训练不是白费的。我的寒鸦影身法快如鬼魅，侧身躲过他的劈砍，手起刀落，直接削去了他的右耳。这第一刀是为我那未出世的孩子。我反身一脚将他踢跪在地上，长刀抵住他的喉咙，在那里划出一道血痕。这第2刀是为我外祖父沈将军的一世英名。萧睿在地上哀嚎，百官站立。我看向萧恒，他点了点头。萧睿，你不配死在江家刀下，我要你活着，看着你母族被屠，看着你的名字从宗谱中剔除，看着你在关闭所里陪着沈月娇一起腐烂。我收起刀，向老皇帝跪下，罪臣之女江婉意，请皇上平反江家，还我外祖父清白。老皇帝颤抖着闭上眼，长叹一声，江家受委屈了，朕准了。随着太子的倒台，盛京城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清洗。齐王萧恒以雷霆手段接管了禁卫军与户部，所有与苏景行、萧睿有关联的官员无一幸免。刑部的刽子手几乎砍钝了刀，菜市口的血迹3天都冲刷不净。我回到了江家曾经的宅邸，这里曾被苏景行封锁，如今大门重开，却已是物是人非。庭院里的杂草长到了半人高，曾经欢声笑语的长廊只剩下腐朽的木箱。我跪在江家的祠堂前，亲手将外祖父和江家众人的灵位一一安放好。外祖父，爹娘，婉意回来了。我轻声呢喃，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。苏景行废了，沈月娇毁了，萧睿倒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这时，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萧恒穿着一身玄色的披风走进来，他走到我身边，也跪了下来，恭敬地给灵位上了一炷香。江婉意，大仇得报，你以后想做什么？他转头看我，眼神中那股狂戾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温柔。
我想去边疆，我看着窗外的残阳，那里才是我江家人的归宿。盛京的风太冷，水太深，不适合我。萧恒沉默了很久，突然伸出手，握住了我的手。他的手依旧冰冷，却握得很用力。如果本王要你留下来，做本王的王妃呢？我愣住了，看着他那半截银色面具，心头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这3个月，我们是盟友，是疯子，是共生在黑暗中的影子。但爱，在那种地狱般的经历后，我真的还懂得爱吗？王爷，您的皇位还没坐稳，皇帝虽然病重，但朝中还有几位老臣在观望。你需要的是一个背景雄厚的王妃，而不是一个背负着满门血海深仇的孤女。本王说你合适，你便合适。萧恒站起身，顺势将我也拉了起来。他凝视着我的眼睛，这大齐的天下，是本王和你联手拿下的。这龙椅若没了你，将婉意的江家铁骑守着，本王坐着也不安稳。他缓缓揭开了自己的银色面具，那是第一次我完整的看到他的脸，右脸有一道深可见骨的疤痕，却掩盖不住他原有的英挺。那疤痕竟与我攀爬枯井留下的伤痕如此相似。婉意，本王这张脸是5年前在战场上为救你外祖父留下的。那天起，你外祖父就说要把你许配给本王，我彻底僵在原地。原来我们之间的缘分早在5年前就已经种下。苏景行被判处了极刑，但在行刑的前一夜，我特意去了一趟刑部死牢。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尚书大人，而是个连话都说不完整的废人。化骨粉的药力让他全身的关节呈现出诡异的扭曲，他像一滩软泥缩在阴暗潮湿的角落，唯有那双眼睛在看到我出现时，还透着一丝回光返照般的怨毒。苏景行，明天你就要上路了，我来送你。我坐在牢房外的太师椅上，身旁是翻滚着热气的茶炉，我亲手为他倒了一杯茶，递到他的唇边。他颤抖着张开嘴，却只能发出嘶嘶的气声。你想问沈月娇在哪儿？我替他开口，语气平淡如水。他受不了关闭锁的折磨，前天夜里用一根磨尖的发簪刺穿了自己的喉咙，死的时候身上连一块完整的皮都没有。苏景行，这就是你千辛万苦要守护的青梅竹马。苏景行的眼角流下了一行浑浊的泪水。你看这世界多讽刺，你为了爬上去杀了江家人，害了你的孩子，最后你得到了什么？你得到的只有这一身断骨和这满地的老鼠。我站起身，将那盏热茶缓缓浇在他的头上。这茶是你当年送进江家聘礼里的西湖龙井，现在我还给你。离开牢房时，苏景行突然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抓住了我的裙摆。婉意，杀了我。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沙哑的像砂纸磨过。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动听的请求。杀了你，那太便宜你了。我低头俯视他，眼中没有一丝怜悯。你会被吊在城门口，看着我与萧恒的大婚，你会看着我江家重新封侯，看着苏家在史书上遗臭万年。等你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你会发现你这辈子追求的一切，到头来全是为我江家做了嫁衣。那一夜，苏景行在哀嚎中度过了他在世上的最后一个黑夜。盛京城的冬天终于要过去了，枝头透出了一丝新绿。老皇帝驾崩，齐王萧恒名正言顺地继承了大统。他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，便是平反沈老将军与江家的冤案。江家138口人的灵位被送进了皇家忠烈祠，享受万世香火。而第2道圣旨，则是封江婉意为长平郡主，赐一品诰命，并迎娶为大齐皇后。大婚那天，盛京城万人空巷，我穿着一身由云寄绸缎装，那是我重新夺回的江家产业，亲手织就的百凤朝阳嫁衣，那红色红得刺眼，红得像是我外祖父和江家将士们留下的血。我没有用花轿，而是跨上了一匹通体雪白的战马。今日大婚，我不走寻常路。我对着身边惊愕的礼部官员淡淡说道。我带着3000铁甲，一路从苏景行曾居住的尚书府踏过，马蹄声震碎了苏家的牌匾。我带着队伍绕行到了城门口，苏景行那具干枯的尸体正被悬挂在那里示众。我停下马，隔着红色的盖头，看了一眼那模糊的人影。江婉意，今日之后，这世上再无恩怨，只有江山。我在心中默念。到了宫门口，萧恒一身龙袍，亲自走下9层石阶迎我。他没有让侍卫扶我，而是亲自伸出了那双宽大布满老茧的手。婉意，朕等了你5年。我将手放在他的掌心，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。我们并肩走上那最高的台阶，俯瞰着下方的文武百官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响彻云霄。我知道这权力的巅峰是冰冷的，但身边有着一个疯狂且执着的人陪着。这路
便不再寂寞。婚后的生活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枯燥，萧恒给了我极大的权限，我不仅管理后宫，还参与军务。我重整了江家铁骑，将其编入大齐正规军，由我亲自统领。萧恒笑称，这大齐有2位皇帝，一位在朝堂，一位在练兵场。某个午后，御花园的海棠盛开，我坐在树下，看着已经学会走路的小皇子在草地上玩耍。他的眼睛长得很像萧恒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却像极了我。婉意又在想边疆了。萧恒不知何时走到了我身后，轻轻揽住我的腰。是啊，昨晚梦见外祖父了，他坐在那匹大青马上，对我笑呢。我靠在他的胸膛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。他说，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，就是在那晚把我许给了你。萧恒低头，在我的额头落下一吻。这大齐有朕守着，那边疆朕陪你去巡视。我笑了，笑得如同当年那个还没被囚禁，还没断过腿的江家大小姐。我们这一路走来，有恨，有血，有极致的背叛与复仇，但最终我们在最绝望的枯井边遇见了对的人。那些曾经的伤痕，终究成了我们身上最坚硬的盔甲。苏景行与沈月娇的名字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，而江家的战歌将永远回荡在大齐的每一寸土地。这便是我江婉意给这个世界最好的回答。